嗨，大家好，我是Sunny，欢迎来到Sunny的心灵鸡汤。这一集想要跟大家谈谈的是万花筒。万花筒有什么好谈的呢？谈起万花筒，各位的想象是不是拿着一个像笔筒一样的东西，对着太阳，或者是对着有亮光的地方看着？然后呢，因为里面有很多个小镜子，我们只要放个剪碎的彩色纸，就是慢慢的旋转，它就会像几何图案，规则又不规则，非常漂亮。所以我记得我小时候很爱看万花筒，看个入迷。可是小时候玩万花筒的时候呢，有时候会觉得内心有一些罪恶感，就觉得如果没有念书，在做一些享乐的事情，或者是耍废，是一件罪恶。这样不知道是不是乖小孩症候群，是不是那时候的乖小孩都是乖乖听父母的话？刚好有万花筒，不管是别就会不禁看个入迷。可是看一看就觉得，我为什么可以为这种事情而分心？为什么我可以这么样的开心，感觉到内疚？今天要讲的心灵鸡汤，也是一种自我疗愈，一种 sentimental 的一个事情。那今天有感而发的呢，就是这个万花筒。话说呢，上个月到名古屋去玩，科学博物馆里面非常多的东西。那我今天讲的只是万花筒。话说呢，当天大概也是户外教学，有很多小朋友。那我逛累了呢，就在那个科学博物馆里面，有些地方有椅子，那就坐在椅子休息。突然看到3-4个小女孩围着一个像是单筒显微镜的东西，又看不出那是什么东西，可是呢，可以看到每个人都往里面看。然后他发现他们看了之后呢，就咯咯的笑了，还不时站起来，互相指指点点的，然后看看周围，又继续的看。可能觉得有趣，没多久，其中一个女孩就跑走了。然后就叫了更多的小朋友来，有男生女生，看起来像是国中一样的。然后他们就一边看一边叽里咕啦的说着，然后一边的笑，东张西望。我觉得真的很可爱。看到这里呢，我就像一个那个老奶奶一样，坐在旁边，看着这些小朋友跑来跑去，然后天真无邪的笑着，内心也愉快起来。等到他们都跑走了之后呢，也引起了我的好奇心。我就想说，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么有趣啊？所以呢，我就慢慢的靠过去，凑过去，要看看是什么。虽然那是没看过东西，不过呢，经验法则，有一个小洞口，我们就知道，要往里面看。可是那是因为配合小朋友的高度，所以我必须半蹲着，才能够把眼睛好好对准洞口。那因为我戴着眼镜所以呢，其实并没有一下子就看得很清楚。只是呢，看了一下，吓了一大跳。万花筒，直觉的说，我知道这是万花筒。只是呢，跟我们认知中的万花筒不一样。吓一跳大概是这个原因。然后我再仔细的瞧进去，就发现里面有无数个自己。本来呢，以为是显微镜，预期看到标本之类的，没想到是万花筒。可是也不是像我们小时候看到那种万花筒，而是反射出来无数个自己，有正面的，有背面的，也有倒面的，由上往下，有斜斜的，由下往上，各种角度的自己，更是从未见过的自己。那当然我们有照相的经验，用手机自拍也常常是，也照过镜子，可是呢，却从来没有看过由下往上看到的自己，就是双下巴的自己。突然一阵震惊，毫无疑问的，那个是我自己，却是从未见过的自己。突然脑子一阵错乱，
如果那是未曾见过的自己，那么什么是真正的自己？万花筒里面的真的是自己吗？突然领悟到，平常认知中的自己，说不定只是自我框架下的自己。或许别人看到的我，就如同在万花筒看到的我，也就是自己所不知道的我。或许这就是为什么会和别人产生冲突的原因。我们都觉得自己是对的，可是呢，殊不知这个就是万花筒效应。因为我们看得到的角度跟对方看到的角度是不一样的。我平常看到的呢，就是微笑着漂亮的正面的自己，可是不知道从上而下的自己却是黑黑的头。那由斜下望上去，就是脸部是歪曲的双下巴的自己。或许这个就是我们所不知道的自己，或者是说是我们不愿意见到的不够漂亮的自己。那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老是与自己的伴侣产生冲突不愉快的原因。或许在先生眼中的我，就像是我所不知道的万花筒里面的我。我忍不住再看一次万花筒里面的自己。虽然没有像佛教所讲的362相，却没有一个是我自己熟悉的自己。或许人为什么需要修行，就是要把这些妄想一一变得一致。我们所认识的自己真的是自己吗？万花筒上看到的自己，会不会这些都是妄想？甚至我们所熟知的正面的、左面的、右面的自己，也是妄想呢？所谓修行，就是无论从哪个角度去看，差异都不会太大。也就是说，如如不动。也就是说，其实不是去修相片，不是去修图，而是去修自己的心。但愿从万花筒里面的看到的这无数个自己，就是自己的真心的显现。如果看到的每一个自己，我们都能够接受，都觉得原来这个就是自己，或许就能够随心所欲不逾矩，也就是看什么都不会暴怒，不会震怒，而能够感觉到这个就是自己，而接受。好了，这一集就到这边为止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